Are you ready? Wait for what? No, I'm not. I'm definitely not. 由美国队长克里斯·埃文斯和邦女郎安娜联合出演的动作大片《震撼来袭》，本片由死侍团队亲力制作。影片中还出现多名熟悉的漫威英雄，不但剧情精彩刺激，演员阵容更是堪称神仙打架。Oh my god! Oh god! 当手无缚鸡之力的美队遇到频频为艺术献身的腹黑安娜，纯欲少女风的脸庞与成熟曼妙的身材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，再配上英姿飒爽的动作，妥妥的女兽人既视感，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？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。科尔本是一名相貌平平的普通农妇，可一位绝世美女的出现，却使他的人生产生翻天覆地的改变。只一眼，他就认定此生非他不娶。I'm gonna get that one. It is pretty. Yeah. Every other day or so, begonias need a little bit of love. How about if you find me something a little less needy? Why not just get a plastic plant? That's sad. You know what? I'm gonna get this one. Yep. 于是，在美女赛迪买完花后，科尔不假思索拦下她的车， Sorry. Yep. Me. 并向她提出了约会邀请。 Are you serious? Yeah. 意识到自己的鲁莽，科尔这才后知后觉犯起了尴尬症。可没想到，愣头青的模样却恰好打动女神。I can use a coffee. A coffee. You want to get a? 于是顺理成章的，科尔坐上了美女的车。 I'm cold, by the way. Seatbelt. Ye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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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p. 很快，两人就手捧咖啡，漫步在小河边，从诗歌艺术聊到人生理想，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在老实人科尔眼中，性感神秘的赛迪有一种致命的魔力，两人很快确定了关系。不知亲了多久，科尔依依不舍地将赛迪送回家。 This is quite a date. You mean a day? Bye. Goodbye. 可关上门的瞬间，他又开始后悔。殊不知门后的赛迪也在努力克制自己。 No big moves. Be a cactus. 但最终赛迪还是没忍住，一夜间天雷勾动地火。时间快进到第二天，科尔容光焕发回到家里。 Hey, coleslaw. Hey, Dad. Look who's finally home. 迫不及待向家人宣布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女。 Oh, really? Well, that's fast. Can't wait to meet her. Took a selfie in bed while she was asleep. Dude, that's weird. I was happy. I wanted to preserve the moment. 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，因为自从分开后，赛迪就再也没回复过自己的消息，仿佛人间蒸发一般，这让科尔变得茶饭不思。 Lot of honey to harvest. Did I get it? You get it. Hello. Mortgage refinancing rates have never been lower. Any word? Oh my God. 好在很快想到了办法，因为有健忘症的关系，科尔在哮喘喷雾上安装了定位追踪器，而他曾把哮喘喷雾放到赛迪的包里，可打开定位就傻了眼。 London. England? 为了爱情，科尔决定远离家乡，踏上寻找真爱的旅途。 I'm going to London. 本以为跟着定位过来会给赛迪一个惊喜时，两个壮汉却拦住了他的去路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山洞中，为首的老大说着一些科尔听不懂的东西。即使科尔再三解释自己的名字和职业，以及关于自己的所有信息，其他人却也充耳不闻，甚至还从玻璃容器中夹出一只大黄蜂，逼迫科尔说出所谓的密码。眼看大黄蜂近在咫尺时，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杀手破门而入。而来人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心上人赛迪。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山洞中响起警报声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带着拖油瓶杀出一条血路。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? Who are these people? Bad guys. Down! Who are you? CIA. You actually know where you're going?
在有惊无险地解决掉一众小喽啰后，两人终于逃出山洞。可眼前的景象却让科尔再次傻眼，因为他们竟然身处在巴基斯坦的开伯尔山口。赛迪本想带着科尔开车离开，可还是慢了一步。面对巴军的紧追不舍，科尔仿佛血脉觉醒一般，动作丝滑了不少。这时恰好有一辆大巴车迎面驶来，赛迪不由分说将他拦停，将所有乘客轰下来后，叫上科尔准备逃离现场。赛迪临危不乱，直接挂上倒档，然后一脚油门，以飞快的速度倒车逆行。随着追兵越来越多，关键时刻，他毫不犹豫地猛踩油门，紧接着一个180度转舵，整辆大巴车直接来了个原地华尔兹。完成这一连串高难度动作后，大巴车有惊无险驶入正常轨道。但意外再次来袭。好在导演没让栏杆的另一端继续断裂，顺便还帮赛迪解决了一个偷袭的小喽啰。与此同时，赛迪一个野蛮冲撞。此时的危机还没解除，这才暂时摆脱追兵。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由于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中间商维克已经彻底震怒，他悬赏100万刀活捉科尔，只为尽快拿到密码。如果有人杀了税务员，那这笔赏金就用来悬赏该人的命。对此毫不知情的二人，此时来到巴基斯坦的某个夜市上，为了尽快送走科尔这个拖油瓶，赛迪找到自己的前男友，拜托他将科尔送回国。对方很快看出二人的关系，出于对科尔的同情，他一口答应了下来。而终于甩掉包袱的赛迪，临走前不忘约法3章。I've already forgotten your name, which I'm sure, by the way, is fake anyway. 两个同样被甩的失忆男人，正打算去找个地方喝一杯，不料危险已经悄然逼近，而来人正是一名赏金猎人。Walk, both of you. 然而要扎科尔的人可不止一个。短短几分钟，二人就被赏金猎人缢了住。三人挤进男人的小黄车，殊不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Oh my god. Get him out. 2号杀手哥被下车后，赛迪被迫当起了司机，开到一条僻静的街道。杀手要求下车步行，科尔忍不住提醒他，这样太不安全。他不但趁机捡漏顺走了枪，还从奄奄一息的黑哥口中得到幕后黑手的信息。赛迪本想将科尔送走后再去完成自己的任务，可因为科尔的一句话，他临时改变了计划。原来赛迪的任务是夺回一个装有生化武器的保险箱，而幕后黑手维克误以为保险箱的密码在税务员手中。He thinks I have the passcode, and you're telling me this now? I'm a farmer. I'm not a super spy. You are unbelievable. 争吵过后，赛迪很快冷静下来，他决定将计就计。Thank you for your honesty. 将科尔砸晕后五花大绑了起来。此时的他们正在和维克的交易现场，从一个小喽啰手上，赛迪成功发现了保险箱，假借要追讨赏金，他跟着走上装有保险箱的飞机。起飞后，他悄悄告诉科尔自己的计划，可就在他自信表示一切都进展顺利时，令他意想不到的意外却发生了。只见小卡一把抓起科尔，将他扔到一边，接着亮出科尔的手机。不出意外，这张亲密合照让赛迪的计划毁于一旦。但经验丰富的赛迪马上随机应变，表示真正的密码其实在自己身上。说完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东西，小卡将信将疑地打开。I can't believe you took a picture of me while I was. 眼见女友被人炸了腰子，科尔瞬间男友力爆棚。不料被电懵逼的小卡竟然醒了，科尔赶忙从急救箱里找到一个降落伞穿到身上。
6小时后，二人在一个荒岛上平安落地，而这时赛迪也从昏迷中苏醒过来，这才清醒过来，开始观察四周环境。很快，他眼角的余光瞥见角落里安静地躺着装有生化武器的保险箱。You got Aztec. Yeah. 赛迪没想到这个老六关键时刻还挺靠谱，二人本想在荒岛上等待救援，然后圆满完成任务。不料维克的武装部队却先一步赶到。话音刚落，就看到维克的部队冲了出来。本以为这下实在劫难逃，没想到中情局的救援部队及时赶到。可小卡还是趁乱拿走了保险箱，赛迪追赶不及，被他们逃之夭夭。It's time to go home. We're fine. 于是二人被带回中情局总部，上司认为以赛迪的能力不应该弄丢保险箱，因此将他停职并进行全面调查。万万没想到，赛迪的舍命付出全都为了狗，但很快科尔的一个意外发现，又帮他重回岗位。Oh my God. 从偷走保险箱的间谍家里，科尔找到了破解密码的关键，那就是他养的一株植物的基因序列。可怎么利用密码引蛇出洞成了难题。由于密码分为4段，赛迪提议放出税务员出售密码的消息，并将其中一段交给维克，相信验证过后一定能引他出面交易。眼下时间紧迫，他们只好兵行险招，可充当税务员的任务又落到科尔头上。科尔连连摆手，但很快又被说服，因为只要维克认为他是税务员，他和他的家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为了保护自己爱的人，最终科尔接受了任务。事情的进展正如他们所料。维克验证过第一组密码后，便决定接受交易。不料这时上线买家上门索要密码。You neglected to mention that you didn't have the passcode. Mine, I believe. You're meeting the taxman? We'll go together. If he doesn't, I kill you. 迫于无奈，他只能答应买家一起约见税务员。而这时科尔已经西装革履来到约定的餐厅。Sorry. Hate suits. How many guys do you have? Including me? 3. You have 3 guys total? You can't do this with 3 guys. You gotta play the part. You're not a farmer anymore. Everything will be fine. We've got it all under control. 原本计划等军火商到齐后将他们一网打尽，殊不知这个计划却成了无法实施的空想。Let's get ready to move. 科尔听到枪声，连忙询问发生了什么。小黑撑着最后一口气通知他赶快离开。可就在他准备下楼时，科尔又想到家人还需要自己的保护，思考再三，科尔决定独自留下解决掉维克。至于怎么解决， She's coming. 心里始终有个信念，赛迪一定会赶来救他。很快，维克和他的上级买家来到餐厅，看到对方这么大阵仗，科尔心里慌得一批，但他表面上还是假装镇定。维克二话不说，直接拿出保险箱索要密码。为了拖延时间，科尔慌忙转移话题。For helping me with my chaperones. It was my pleasure. Well, I don't care what you believe. My intention is to walk out of here a very rich man. 当维克再次向他索要密码时，科尔只能东张西望，祈求赛迪快点出现。而在此之前，他只能继续硬撑。Money first. Price doubled. Negotiations are over. Negotiations are never over, Tom. 科尔见状，直接化身老嫂子，开始不断叨逼叨。可对方根本不吃这套，慢慢靠近科尔，准备来个持枪胁迫。而买家大佬的忍耐力也达到极限。The passcode now. Hiccups very upset. Do you have the passcode? 千钧一发之际，科尔的女神终于闪亮登场。Sorry I'm late. Bet you can make it. Well, what can I say? You might be growing on me. 赛迪直接将银行账户递到大佬面前，
表示要跳过维克跟他谈生意。大佬也无所谓，反正跟是交易不是交易，只要能打开箱子怎么都好说。赛迪也不废话，直接将解码器插进保险箱，片刻功夫，所有红灯都变成绿灯，箱子自动打开。大佬做事干脆利落，马上命手下往赛迪的账户上转了1000万刀。维克顿时不乐意了，感情我忙活半天什么都没捞到，殊不知赛迪早就替他埋好了坑，因为他的项上人头已经被放上赏金猎人平台，足足价值1000万刀。话音刚落，一个赏金猎人就出现在他身后，一瞬间，餐厅内乱成一锅粥，客人们吓得仓皇逃跑，剩下的3波势力互相牵制。就在场面一度陷入僵局时，赛迪偷偷将手伸进箱子，赛迪就将生化武器甩到他手里，然后开始自己华丽的表演，二人配合默契。正准备趁乱溜之大吉，不料小卡杀了出来，一脚将赛迪踹倒，科尔顿时诺了。趁他还没反应过来，科尔赶紧躲进机房，可几枪下去，瞬间破坏了酒店动力系统，整个高空餐厅开始疯狂旋转。打架间隙，赛迪又遇见了前男友小贱贱，对方开始喋喋不休表达自己的思念。I didn't need to hear you. Keep going. You do what you do. Wait. 另一边，科尔脱下西装，准备和小卡大干一场。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。就在他要被送进齿轮变身小肉饼时，强大的主角光环帮他找到了一线生机。而这时餐厅已经进入高速旋转，大有要飞出地表化身自转小行星的架势。气急败坏的维克一枪结果了军火商大佬，与赛迪展开最后对决。可由于餐厅转速过快，二人被甩到窗边无法动弹。维克不讲武德，死死扣住他的伤口，但反派永远死于话多。趁着他逼逼赖赖，科尔已经摸了过来。可撞飞维克后，科尔身后非中国制造的玻璃开始不堪重负。关键时刻，赛迪抓住他的胳膊，两人来了个华丽的移形换影，这才显而又显地保住性命。接着赛迪使出吃奶的劲够到上方手枪，看着眼前不断破裂的锅盖，突然灵机一动。而赛迪也在最后时刻接住生化武器，至此任务圆满完成。I need you to wear more suits.